在四川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川菜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一块里脊肉来给大家做一道非常经典的炒肉丝，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吃过，因为现在这道菜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做了，属于快失传的现象。上一次我不是做了一个辣子鸡丁吗？被喷惨了。大家都叫我去重庆学一下辣子鸡丁是怎么做的，我只想说辣子鸡丁就是那样做的，它是传统川菜的辣子鸡丁，并不是咱们现在的江湖菜辣子鸡哦。就好比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，它不是江湖菜，它就是一道传统菜。切肉丝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先把表皮的这个筋膜给它剔掉。选择里脊肉的话，主要是好切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子。先把肉冻一下，虽然说我们这道经典川菜叫肉丝，实际上一定要切来粗一点，切细了炒出来的话，可能全部都会断掉。第一步就是把肉给它切成粗丝，现在来切成丝。香料非常简单，姜、葱、蒜给它切成丝。现在来准备上8到10个干辣椒，用剪刀剪成丝，或者是用菜刀把它切成粗丝就可以了，没什么难度啊，很简单。这道菜要准备的食材就非常简单了，因为毕竟经典川菜嘛，不像现在的江湖菜这么复杂。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拿出来，就是贝鸡麻还要放一点。最近我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个套路，就是有一个主播在卖货的时候，他一直喊0元免费送，0元免费送，购物车全是0元，你们去拍就可以了。0元确实是0元，就是那个运费23块，一个杯子的运费就要23块。这简直是把我的智商感在地上摩擦，可能那个杯子本身价值的话，也就是9块9包邮的那种吧。自古生情留不住，炒菜后面不说了。后面半句是什么？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打出来。现在来处理肉丝了，胡椒粉、盐，盐的话底味1次码够，等一会儿就不调盐了。料酒，下手给它码匀。现在我们要来开始炒了。先来一点油，把锅炙一下。这道菜它用到的技法的话，也是川菜里面非常常用的一种技法，叫做干煸。但是呢，干煸这个技法哈，现在它已经不常用了。现在饭店都直接油炸，谁给你干煸？把锅炙好之后，下入码好的肉丝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肉丝咱们是没有码淀粉这些的哦。下锅之后，先用大火把肉丝的水汽炒掉。肉丝炒掉水分，油渐渐变清亮之后，转中小火给它慢慢的煸炒。这个过程呢比较漫长，大家不要慌，不要忙，慢慢的来就是了。肉丝已经炒至表皮开始慢慢的变至金黄了，下姜、葱、蒜丝、干辣椒丝，继续用小火把它们的香气煸炒出来。全部炒香后，来上一点酱油、白糖、味精，放一点酱油可以让调料炒化。第二个可以让肉丝表皮稍微回软，吃起来更化渣。最后来一点炒熟的贝鸡麻，合转呢就可以关火出锅。经典川菜干煸肉丝就出锅了哈。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又会说它叫辣子肉丝。饭店里面一般一份也是这么多，因为这个全是肉，它不可能给你做很大一盆那种，不像江湖菜里面荤素都有。非常好吃的经典川菜干煸肉丝就做好了。榛子炒出来的肉丝外皮酥香，里面是细嫩入味，口口都化渣，非常的适合下酒的一道好菜。虽然现在点不到这道菜了，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是一道经典川菜。有时间的时候呢，做给家人吃一下。如果不喜欢这道菜，就没办法了，免费看完撒够。最后的话，还是我来给大家尝尝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
反正夹起来一条一条的，看着是很安逸。特别酥烂的一种口感，正儿八经的下酒好菜。一般一份的话，生的入就是6两到7两，炒好之后就这么多，下个半斤酒都没有问题。颜色也漂亮，然后味道也香，嚼着嚼着你能够感觉到一点干辣椒的微微的辣味，姜葱蒜味也比较浓郁。川菜里面像干煸的菜哈，现在我觉得应该只剩下干煸四季豆做的比较多了吧。但是现在做干煸四季豆基本上是油炸的，害怕煸不熟，因为煸不熟的话，你们懂得其实呀。这个真的是好吃，安逸。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水儿都挺有意思的，如果是下饮料的话，真的就更有意思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够了。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为什么你炒的牛肉又柴又嫩又老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方法没有掌握对啊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炒牛肉鲜美细嫩爽滑，饭店不外传的秘密，教给大家。第一步就是要把牛肉身上的这些筋膜给它片下来，这样子才能够咬得烂，不然它是咬不烂的。处理干净的牛肉，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切牛肉也是有讲究的，不是随便拿着切出来就可以。咱们一定要逆着这个纹路切，如果你是顺着纹路切的话，炒出来就会咬不烂，卡牙齿。这个牛肉真的太漂亮了，你们看，中间还有雪花状态。今天没有准备多少牛肉。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吃嘛，晚上要去找老本水，晚上到内江去吃。香料我们准备一个洋葱，从中间对破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丝就可以了。再来切一点性感的葱花，性感的葱花一定要多一点。姜蒜准备一点，配一下之后给它剁成末。葱切一点壳壳，2荆条切成圈圈。喜欢吃辣的朋友放小美辣。现在来给牛肉码味一点盐、胡椒、蚝油、料酒，下手给它码匀。让牛肉把放下去的这些料全部都吸收进去，因为咱们这个牛肉哈，说实话，它注的水比较多，就不用再额外放水了。如果额外放水下去的话，等一会儿炒出来全部要脱浆。抓至非常粘手的时候，来上一点水淀粉。如果是牛肉比较多的话，在放水淀粉之前可以放一点鸡蛋清，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少，就不用放了。这样子牛肉就算码好了，炒出来的话绝对是细嫩又爽滑的。其实我心里面有个事情一直很好奇哈，就是养这个牛是不是很赚钱？你们看嘛，养猪肉才10块钱一斤，养牛的话牛肉都要40来块钱一斤，那养猪肯定没有养牛划算啊，并且一头牛那么大，比猪肉的出入率还要高一些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哈，这个人可以离开牛肉，你歇个1年半载不吃的话，他也不会怎么想。但是这个猪肉，你隔个3天5天不吃的话，你那个心里面就操得慌了。我们先把洋葱放点油炒一下，这个炒来打底，增加葱香味也可以吃的哦。调一点点底盐。当我们闻到洋葱香味特别浓郁的时候，就可以关火出锅喽。另起锅来少许油。下入码好的牛肉滑散，这样子炒出来的牛肉，你要说不嫩的话，你来找我。看到没有，它也没有浮起的。滑至8分熟的时候，下入准备的姜、葱、蒜和辣椒，调一点味精、白糖、毛妹盐，继续给它炒匀。牛肉全部炒熟，现在关火出锅，倒在洋葱上。
看起来就有点爽。现在撒上性感的葱花，葱香味嘛，所以这个葱花就不能少了哦。来上一点7成油温的热油，把这个葱花的葱香味全部给它激发出来。非常好吃的一道葱香牛柳就做好了。榛子炒出来的牛肉细嫩爽滑入味，鲜香可口下饭。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，还有炒牛肉怎样不粘锅，并且不会浮起的小技巧，大家一定要收藏着。有时间的时候呢，试着去告一下。如果不喜欢吃牛肉的朋友，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忙活了这么久，肚皮都整饿了。每一片夹起来，上面都扒满了这个绿色的东西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菩萨，颜色好像不正常，但是味道特别的正，有盐有味，葱香浓郁。吃点下面的洋葱，这个洋葱也很香。洋葱的话，它是脆香，牛肉是滑嫩。用这个大碗干饭啊，其实很方便，一次性舀一碗，不用跑来跑去舀饭的。看到没有？这个碗的话比我脸都还要大，基本上一顿吃一碗就比较合适了。如果是女生的话，一顿吃个2碗。今天中午没有饮料哈，因为咱们这个喝酒不开车，喝车不开酒嘛。晚上的话，你懂得起的噻。多的不说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到这就撒过了。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